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先说一个好消息，小珍的频道终于到了10K 的订阅，谢谢大家好激动啊！那么今天就按照惯例，好像 YouTuber 每一次到 milestone 都会分享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些 fun facts。那我今天也做一期这样的影片，那么所有的问题呢，就是来自于大家的留言，我会尽可能都涉及到，其中包含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为什么不打工，决定自己做博主，我为什么还是单身，我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我准备结婚吗，我是怎么样理财的，我会不会焦虑等等，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好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这样可以增加频道对小珍推荐的几率。作为一个新的视频博主，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助，那就开始了。我把大家的问题呢分成了几个大类，我们就一个个的来说。我就拿着手机，因为我都记在 notes 里面。第一，在哪里长大的？我在上海长大的。第二，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哇，这真太复杂，可以写本书哦。我出生、上学和第一份工作都是在上海。第一份工作是在巴黎欧莱雅，我是 management trainee 管理培训生，当时还是个挺风光的 title 吧。我那时候是个典型的学霸，而且非常的乖乖女形象，所以深受老师和老板的喜爱哦。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开拓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审美啊。那很多朋友说我的品味不错，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开始就播下的种。那么之后呢，我谈恋爱，然后就失恋了，然后我的小伙伴呢，为了帮助我尽快的走出失恋的漩涡，然后就拉着我去学拉丁舞。然后我是一个四肢非常不协调的人，这辈子就没有想到过我会学会跳舞，结果没想到我真的学会。然后我就变得非常的有激情啊，就一直去跳舞啊、玩耍，提高自己的舞技。虽然也没有跳那么好了，但真的非常的爱。而且我还成为了拉丁舞的 DJ， 那时候在上海还是有点小名气的。那么之后呢，我就在想，哎呀，我那么爱这件事情，而且连我都能学会跳舞，我就想把我的故事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也激励大家。所以呢，我就决定开了一个舞蹈学校。大家能相信吗？辞职开了个舞蹈学校，这大概是我，这不是大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创业工作。现在回过来看，大概我真的是有这份蠢蠢欲动的创业的决心吧。Anyway， 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做 marketing 的嘛，我就觉得，哎呀，能够做一个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充满干劲的去做了。做了2年呢，我就觉得这份热情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旺盛了。再加上我行业里面有很多小伙伴，都催我回去上班，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关掉自己的 studio， 然后又回到化妆品行业去上班了。那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搬去了北京啊。因为那时候呢，我很喜欢的一个男人在北京上班，然后我那时候恋爱脑，所以就辞职到北京上班，和他生活在一起。过了2年之后呢，才发现，哎呀，原来我并不是他生命中的唯一的一个女人啊！我就觉得这都是什么呀？然后打包辞职，把自己又搬回了上海，从谷底中又一次重新开始啊！在我34岁那一年呢，有一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放在我的面前啊。其实这个工作机会呢，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一方面呢，这个工作很 challenging 吧，就是有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第二方面呢，我有很多同事都是拖家带口。很少有人愿意从大上海搬到农村，而且是拖家带口。那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我就觉得要出去看看，不看我会后悔，所以我就决定拿住这个机会，在我34岁高龄的时候呢，就去了美国工作。结果呢，一做就是小4年。之后呢，澳洲地区又有空缺，我就申请去澳洲，在那里工作了2年。然后合同期结束之后呢，我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就回到了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是不是很复杂？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在现在的城市生活的？因为在我眼里，整个美国，只有纽约人穿着是最 sophisticated， 因为我真的看不上那些大裤衩和短裤啊。再加上我年轻时又非常喜欢看 Sex and the City 啊，我就觉得如果人生里不来纽约待2年，可能会是一个遗憾吧，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纽约。小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 marketing 的，而且我一直是在化妆品行业做 marketing 的。大家看到的很多广告词啊、产品名字或者是系列名字，都有我当年参与的份哦。你是内向还是外向？
我肯定是内向型人格啊。而且我有一个理论啊，大部分博主都是内向型的人格，因为在外面表达不出来啊，只有回家在家里面默默的憋大招，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才可以做博主。请问小郑到陌生的国家工作不害怕吗？如果不会，怎么培养这份勇气？如果会，怎么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我怕呀，怕得要死啊！但是好在呢，我前几次跨国工作都是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嘛，所以那里有同事啊，有 HR 可以问。其实每一次你只要面带微笑、真心诚意的发问，99.99%的情况下，都会得到非常正面的帮助和回答，所以我也很感激当时帮助过我的那些小伙伴们啊。那其实呢，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刚搬到美国工作，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有一次崩溃，因为那一天呢，正好外面下大雪，我困在家里面上班。我就越想觉得越悲惨，再加上各种文化和语言上的一些障碍啊，我就觉得这个坎我是过不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大哭，哭倒在地毯上，差点哭晕过去。不过呢，事后回想来看呢，在你觉得最难的时候，其实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所以呢，跨过这个坎，一切就会好起来的。那么这次来纽约呢，其实是我自己来的，没有公司的调动啊。那好在我在纽约有几个朋友，所以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帮了很多的忙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我运气非常的好，在每个地方都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哦。哎呀，我真的太感激了，也趁这个机会给那些一路帮助过小郑的朋友说一声太感谢了。关于博主，小郑现在是全职 YouTuber 吗？如果是什么契机决定做全职 YouTuber 的？对，我是的，很多原因啊。当时呢，是因为第一，我不想再打工了，办公室政治我已经受够了，而且职位越高，办公室政治会越复杂。那第二呢，是因为我在前2年因为工作太辛苦太拼了，很多原因导致最后我进了 ICU， 整整断片了3天。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身上插满了管子，我觉得自己大概已经活在了科幻电影里那种感觉啊。所以那件事情给我触动很深。我出院之后呢，我就决定想要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打工赚一份收入就好了。那第三呢，其实按照美国 FIRE 教，就是可以提前退休那个教的理论来讲呢，我其实已经可以提前退休了。这并不是说明我有很多钱啊，只是说明我的日常的支出并不是很多。按照他们的公式来讲呢，我可以提早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对金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渴望，所以很多原因加起来呢，我就决定做全职的博主。其实一开始我是个文字博主来着，但是很可惜哦，现在大家都不爱看文字，辛辛苦苦码了很多干货的文字都没人爱看，我觉得挺难过的。然后呢，也是一个契机吧，我就决定在 YouTube 上面试试看，然后没想到很多干货的内容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这也坚定了我继续往下做下去的决心。你会一直做自媒体吗？会没有安全感吗？还真被你说中了。前一段时间我疯狂的在纠结要不要回去打工，因为我觉得自媒体没有出路了，感觉确实没有安全感啊。但我后来仔细想了一想啊，其实吧，打工也不代表有安全感啊。如果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美国要炒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而且可以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卷铺盖走人了。我就见过我的前同事啊，早上来上班，咖啡还放在桌上，然后突然被叫到去会议室开会，然后就当场 fire 你，而且 fire 你之后呢，你还不能回到办公室里面去拿东西，你要么就是等大家下班的时候，保安陪你上去拿东西，要不就是事后寄给你。总之这个过程是非常腥风血雨，所以打工也没有安全感啊。然后我又回去再看了一下我当时为什么想要自己做博主的原因，我就觉得还是坚持初心吧。安全感和打不打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和你自己本身有关。比目前来看，我应该还会继续做自己的事业，不会回去打工。想知道未来职业规划是什么？规划什么呀？不规划。我的前40年已经规划了太多了，那么认真的做题，那么认真的上班打工，我不想再规划任何东西，我只想好好的 enjoy my life。可能未来会考虑去哪个国家待几个月玩耍玩耍，或者是不想做博主了，我就去读读国际政治啊，或者读读历史，读着玩儿。哎，想那么多干嘛？ Follow my heart。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规划。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我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我是个工作狂。而且呢，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负担。英语里面也有一句谚语也是这么说的，就是 Choose a job you love and you will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就是你选择一个你真正热爱的工作，你的余生就不再是工作了。所以12小时对我来讲是 so easy。这个行业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的和其他行业不同的地方吗？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我能够直接和我的目标客户对话，知道他们的一些反馈，然后及时做出调整，所以这样的一个及时性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昨天就有一个朋友留言给我说，你不能总是开头结尾让大家关注你，中间就要，那现在就做出调整。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最大的动力。爱情、婚姻、友情，大家都很关注这方面，对吗？我是不是单身？对的，我有固定男友，但是没有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其实我差点就结婚，还不止一次，但是各种机缘巧合就没结成呗。结婚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了，所以就随缘吧。以后会结婚吗？我也不知道，我连下一顿吃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会不会结婚？不知道。婚姻观和交友观，那我们先从婚姻观说起吧。我现在的结婚观就是。结不结婚其实不重要，但是谈恋爱很重要，因为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而且也是我们人和动物最大的一个区别点，不是吗？通过谈恋爱，我们也可以更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过程真的太美妙了。当然了，去爱去付出就意味着有可能会受伤，但是这不正是我们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吗？那就是去 experience， 不要太计较结果，真的去谈恋爱吧。交友观，到我这个年纪，交友观也有很多可以想说的啊。前2年吧，有个事情其实对我困扰挺大的。我有一个曾经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很可惜渐行渐远了，2个人也不说话啊。其实当时我也挺懊恼的，也想过很多办法去挽救这一份友情，但是还是失败了。但是现在我就想通了，我觉得人生吧，就像一个journey一样，每个人呢。都是要独自走完这条路的。如果在走的过程中，正好有人跟你方向一致，然后跟你比较谈得来，那你们可以手拉手一起走一段啊，可以一起欣赏风景啊。但是可能走了一段，他决定往左转，你决定往右转，那也挺好啊，没有必要强求啊。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你们又会在那个路口重逢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共同在一起那段美好的记忆是非常值得留恋的，不是吗？对于我这样内向型的人来说呢，我不会走出去主动为了交朋友而去参加什么聚会啊、party 什么，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友情这件事情是会非常自然就会发生的，我也非常感激我身边有特别多的好朋友啊，经常会打电话啊、视频啊、见面啊，总之我觉得我就是狗屎运了，真的运气特别好，再次感谢大家。接着是生活方式类，这是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我们一个个来说。平时做什么运动来保持身材的？那我之前也刚刚做了一期视频啊，我是怎么样吃东西，每天做15分钟的运动，然后怎么样瘦了20斤的故事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护肤流程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所以护肤程序非常复杂吧？其实不是啊，这也是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吧。就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极简爱好者，所以我的护肤程序也是比较极简哦。一般来说就是爽肤水啊、精华、面霜和眼霜，早上呢会加一个防晒，晚上会加一个卸妆或者是洗脸。有的时候会用美容仪和面膜，想到就会用。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要买最贵的或者是最红的。找到最适合自己肤质的就可以了，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你是怎么化妆的？爱用的化妆品看着很精致又不是很浓妆。其实我的化妆品也非常简单，大家能够想到的什么眼影、眼线啊、唇膏啊，就是这些遮瑕，没有特别 fancy 的东西哦。我下次可以做一个视频单独给大家分享啊。但其实我化妆真的很简单啊，就是小搞一下5分钟，然后像我今天这样做一个影片，可能搞20分钟最多了。
不是我不想搞，大家知道吗？我真的很想把自己搞得更美一点，但我没这个能力啊。当年我在迪奥上班的时候，我身边都是有一群最顶尖的化妆师，但我还是学不会了。但没事啦，每个人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够用就好啦，又不是女明星，对不对？差不多得了。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啊。因为我是一个天生比较悲观的人吧，一个杯子半杯水，我永远会觉得它是半空而不是半满哦。但这些年经过调整之后呢，我比之前积极了很多。比如说做视频吧，以前别人说两句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就会特别的难过。但现在呢，我就会想，没事，下一个会做得更好，这样我才有空间进步嘛。怎么样应对焦虑啊？大家听我说话说到现在，可能会觉得我活得很通透，完全不焦虑吧？恰恰相反啊，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啊，而且我容易焦虑的点非常的多。但是这些年呢，我也在慢慢的调整和学习中，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小方法，所以变得不这么焦虑了。那这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我以后单独做一期视频，把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技巧都拿出来分享吧。怎么样应对变老这个话题，大家都很关心。我跟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吧。前几个月啊，我的 period 突然提前了。我以前的 period 一直是晚的，然后这次提前，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天哪，我要绝经了吗？我要到更年期了吗？因为我知道绝经之前一段时间呢，你的例假会提前，所以我那时候就深刻感觉到，我怎么会这么想？我是真的老了吗？但是呢，我想很负责的、很真诚的跟大家讲一句话。虽然我也经常开玩笑说自己老了，但是在我40几岁这个年纪啊，我真的打死都不想回20岁啊。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年纪啊。套用蔡依林那句话 ，I feel damn good， 这是真心的。我们都会变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在我们自己这个年纪看上去状态很好，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每个阶段呢，你做你觉得你最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30岁的时候呢，我就去打过玻尿酸啊，打过肉毒杆菌，我那时候也觉得挺好的。但现在40几岁呢，我就不想再打这些了，因为我觉得这些呢不是那么重要。我现在做的事情呢，每天健康饮食、合理运动、定期体检化妆护肤，还有好好穿衣服啊，以及关注内心的成长。因为相由心生，尤其在你人过40岁之后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会提醒自己要经常微笑。因为我之前做影片，大家肯定也看到，我只要不笑，就会看上去很凶，就是。那我只要一笑呢，就觉得人是很有活力，显得很年轻啊，所以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多笑笑。所以买那么多衣服放得下吗？ Believe or not， 我的衣橱要比大部分女生的衣橱都要小啊。一方面我这样搬家啦，就经常断舍离，而且呢，因为我的曼哈顿的公寓特别的小，所以我没有地方放。而且我买东西是有一个原则的，我买一件会出一件，这样就会保持整个衣橱的数量尽可能保持不变。所以我是完全放得下的。那之后我也会做一个影片分享我买东西的一些原则，还蛮有意思的，大家一定要看哦。想知道你现在的理财规划和未来的理财计划？我现在呢是大部分是买股指基金，如果在美国的同学呢可以去研究一下 mutual fund，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资格给出任何的理财建议哦，大家可以去寻找相关的理财顾问去咨询。独自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如何战胜孤独感，并给予自己足够的安全感？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啊，所以我不觉得很孤独，而且我有很多特别交心的好朋友啊，我们会定期打电话、定期见面，所以不会觉得孤独。安全感，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打工也不一定会给你安全感。但现在呢，我是深刻的觉得我的安全感是可能这一辈子安全感的这个值最高的这个时间吧，应该是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刻，就算我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我依然可以从头开始，而且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生活下去，都可以赚到钱，都可以养活自己，而且都可以交到好朋友。就是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勇气，所以呢，我觉得安全感对我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啦，只要是人都会有，但是慢慢调整就会好很多。
怎么知道自己的穿衣风格？不断试错啊！大家如果看我前面的影片前面的一些照片，就会看到我以前穿衣服也不是这样的风格。慢慢试错，然后大胆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的。这个话题也比较大了，我们以后再单独做个影片来讨论这件事情嘛。大家如果想看的，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小郑。差不多了吧？哎呀，说的我好累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还喜欢。我是小郑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点意思呢，也请给小郑点赞和留言吧，这样可以增加频道对小郑推荐的几率。作为一个新的视频博主，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助。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